朋友们，本期节目我总结了一位德国博主专门到中国湖南探访三一重工电动卡车工厂的记录，让德国人大开眼界。三一重工在德国也有一定知名度，因为在德国设有三一欧洲总部，就在我所在的城市科隆附近。三一所在地的街道甚至叫三一大道，估计呢也是三一赞助的。2012年，三一全资收购了德国混凝土机械龙头普茨麦斯特，所以德国媒体也报道过三一。德国政府喉舌德国之声也有报道。总之呀，在德国，三一在业内人士当中知名度很高。现在我们先看看专注于卡车的德国博主，他名叫凯，探访中国三一电卡工厂的记录。他说，之前从没有外国人探访过这家工厂，为此他在取该视频标题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即前无外国古人进入过三一电卡工厂。这期视频里主要出镜的是2个人，第一位当然是这位德国卡车类博主，他的名字叫凯。整期视频由他出镜及解说，负责带观众看展厅、进工厂、做现场提问。第二位叫 Kevin， 视频里自我介绍为负责三一电动卡车欧洲市场导入的人，主要回答欧洲车型、法规适配和产品路线问题。2人这次去湖南三一重工电卡工厂，核心目的很明确：第一，拍摄三一重卡产品和生产线；第二，向德语观众解释亚洲版和欧洲版电卡差异；第三，展示三一在欧洲市场落地前的准备情况。视频一开始，镜头先扫过大面积待交付卡车，主持人先给出工厂量级信息，年产能可到30万辆，约每6分钟一台卡车下线。接着进入展厅环节，主持人先说明会先看亚洲市场车型，再看与欧洲相关的车型。随后 Kevin 出镜，确认自己负责三一电卡欧洲导入。在展车区先看亚洲市场车型，包括氢能重卡和多款电动重卡。视频里重点解释了外观标识问题，亚洲车型使用3个1图形，欧洲车型会改成 SANY 字标，避免标识混淆。比如评论区有德国人认为3个1的标识有点抄袭奔驰的意思。之后讲到电池包布局差异，亚洲部分车型电池位置与欧洲版本不同，欧洲版本会按当地车长和运营需求做调整，保证与标准挂车适配。视频提到一款将用于欧洲、德国测试与投放节奏的车型，并给出参数关键词，包括约500公里续航及636千瓦时电池等。同时提到面向欧洲法规要求做配置适配。随后视频转入工厂生产线主段，先看底盘与车架装配，再看轴、悬挂、线束与电驱系统安装。视频反复强调红色 AGV 类似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自动搬运小车在工料中的使用。在这段里，主持人重点对比了传统吊运与 AGV 工料方式。Kevin 补充说，这类方式便于生产线调整，并强调同生产线可装配柴油与电动重卡。再往后是电驱与控制系统工位，镜头给到电驱总成、控制器和高压线束。现场讲解了电卡动力系统部件更少的直观感受。之后视频进入轮胎工位、驾驶室吊装工位，完整呈现从底盘到整车外形成型的过程。现场还提到部分总成通过地下物流系统输送。在技术讲解中，视频提到三一的一轴方案，并和中央电机方案做场景区分，不同工况采用不同方案，长途和工程用途会有不同配置选择。临近结尾，镜头再次回到产线末端和下线节拍，重复强调6分钟一台，年产能30万辆的工厂规模信息。这2位德国人都说，这个工厂生产流程紧凑，从部件到整车一目了然，而且工厂非常先进。他们感叹厂房竟然还有一大片草地。最后主持人预告下一条视频将继续拍试驾内容，然后结束本期。
现在我们翻译总结该博主的另一条视频，还是两位固定人物出镜。第一位是前面提到的 Kai， 他是德国卡车类油管博主。第二位是 Kevin， 这次负责现场讲解和对接沟通。他们这趟来的目的也很清楚：一，在长沙周边混凝土企业现场实拍电动搅拌车的真实作业流程；第二，不是只看展厅，而是跟车跑一趟装料、运输到工地卸料的实际链路；第三，给德国受众展示电动重卡在城市施工配送场景中的运行状态。视频开头，先在混凝土站外场，镜头给到一排正在充电或等待作业的电动搅拌车。主持人说明，今天不是讲参数，而是要直接上车跑任务，先去装混凝土，再跟车去工地。随后两人进入混凝土搅拌站，先去看控制室。进场环节提到地磅和回厂称重逻辑，用来判断车辆载重、剩料和后续处理。视频展示了多屏监控界面、装料点实时画面；二、混凝土相关质量监控画面；三、车辆与任务调度大屏。看到这巨大的中控室，该博主调侃地说，有点像 NASA， 也就是美国宇航局中央控制室的感觉。视频中还提到 AI 识别辅助用于混凝土质量与过程监控。随后镜头跟到装料环节，展示搅拌车进入装料位，混凝土进罐，控制室同步监看全过程。装料完成后，主持人上车随车去工地。中段为城市道路行驶与跟车镜头，穿插了对当地道路车辆识别规则和自动驾驶相关路面观察的口播说明，还解说中国的车牌蓝色为燃油车，绿色车牌为电动车。他们到达工地后，先出现拍摄权限问题，最初不允许完整拍摄卸料，经过随行中方人员的交涉，允许他们拍摄核心卸料全过程。博主感到非常高兴与满足，连说画面太棒了。拍摄到的关键画面为：一、搅拌车向混凝土泵车卸料；二、泵送到施工点；三、现场正在进行基础部位混凝土浇筑。同时也补拍了工地常见配套流程，比如电卡轮胎冲洗，避免带泥上路弄脏干净的街道。视频尾段采用安全限制收尾，由于团队多人未配齐安全头盔，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工地里，他们拍了关键过场后离场，结束本期。重点不是讲宏观趋势，而是把一趟电卡真实作业过程按顺序给观众看清楚。好的，朋友们，德国博主亲赴湖南3·1重工拍摄的2期关于3·1电卡的视频总结就到这里，两位德国人都相当满意。那位德国博主凯对3·1的电卡非常期待，尽快能在德国也投入使用。那么德国网友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也甄选一些评论与大家分享。我们先看参观电卡生产过程这个视频的评论。第一条评论，看到这一幕就能明白，德国未来的汽车与卡车制造业终将成为历史。再这样下去，德国，然后是省略号。继续往下，我之前只听说过3·1重工的工程机械，也在德国的工地见过他们的设备。再往下，看着卡车一步步组装起来，太有意思了。下一则，东升西降，库卡机器人、磁悬浮、大众汽车、梅赛德斯奔驰等等等等。继续往下，我们德国这边总执行着研发各种高精尖重型产品，而中国早就面向全球市场量产性价比高、适用性强的电动乘用车与电动卡车行销全世界。我们现在已经被远远甩开，只因为德国国内满是守旧派，这群人喊得最凶，处处抵制，抹黑一切新事物。20年之后，德国人恐怕会沦为经济难民，逃离制作工业博物馆。再往下，能走进亚洲卡车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觉得特别难得。
很开心你有机会拍到这支独家视频。下一则，30万台的年产能实在震撼，就算生产线每6分钟下线一台，按这个节奏，1年也能生产89000台，这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继续往下，这正是德国工业失去竞争力的根源。这座厂房的规模大得惊人，整套装配流水线的整体设计思路也让人叹服，太厉害了。再往下，有意思的是，中国这边也不再盲目钻研氢能源这条路，纯电动车显然优势大得多。何况磷酸铁锂电池使用寿命很长，既不用依赖钴对燃油车产业至关重要，也不会起火自燃。咱们再往下看，我们德国也会拥有这些，只不过或许要等到2055年呢。下一则，画面冲击力太强了，我第一眼还以为是一排排蓝色洗衣机。继续往下，我开了19年燃油卡车，上周第一次试驾电动卡车，体验真绝了。我再也不想换回柴油车，电动车各方面全面碾压柴油车。再往下，由衷佩服中国人的格局真宏大，希望中国当地民众也能过上幸福生活。德国没能做到兼顾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感。下一则，亚洲企业迟早会全方位赶超我们。继续往下，太震撼了。再往下，感谢分享，期待这家厂商更多相关视频，很好奇他们能不能打入德国市场。好的，再往下，大概4年前，我在艾希塔尔的普茨迈斯特厂区第一次见到3E电动混凝土泵车。下一则，这款小型厢式卡车也得引进到德国来。继续往下，德国还在拼命挽救燃油车产业，中国发展电动车并非单纯出于环保理念，而是为了实现能源自主，减少进口依赖，他们终将彻底超越我们。好，再往下，3E工厂是座顶尖工厂。下一则，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德国一条750公里的特高压输电线路规划建设耗时整整10年，至今仍未完工。而中国过去2年就建成总长度3700公里的同规模输电线路，而且已经投入运营。另外，中国目前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超过全球其余所有国家的总和，这一点真该让我们好好反思。下一则，厂房中央设计得很别致，有水景、棕榈树、绿植，还有草坪，倒是让整体环境更加舒适宜人了。不过这个配色我不太喜欢，太过艳丽刺眼。最后我们看看关于3E电卡混凝土泵车实操全过程视频的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领先我们20年。继续往下，我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混凝土工厂，外观精致，完全没有传统工业厂房的粗糙感。再往下，中控室里巨大的红色标语，意思是以精准立业，以品质取胜，引领创新。我们德国如今早已丢掉这份初心，一切只追求利润最大化。好的，再往下，这就是一个电力充足的国家该有的样子。下一则，太厉害了，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继续往下，太实用了，我们这边也特别需要这种轮胎清洗设备。下一则，他们足足领先我们20年。继续往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落地完成，由衷敬佩。再往下，感谢3E带来内部实拍，期待更多相关视频。再往下，哇，大开眼界，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远超想象。
下一则，感谢你和随行团队带了这么珍贵的实拍画面，能明显看出中国已经领先我们30年。曾经我们是行业先驱，所有人都来效仿我们，如今反倒轮到我们拿着相机观摩别人。期待更多内容，谢谢。下一则，中国领先咱们100年。继续往下，没错，我们错失了太多发展机遇。再往下，简直绝了。下一则，很有意思，开头看到电动混凝土搅拌车，感到很新奇，虽然颠覆认知，但确实值得研究。再往下，竟然不用下车卸料吗？这操作太夸张了。下一则，视频拍得很好，厂区设备十分现代化，令人震撼。继续往下，混凝土泵车企业普茨麦斯特已经被3亿收购了。再往下，这里的工地规模确实比我以前见过的大不少，不过电动混凝土设备这点很惊艳。下一则，内容干货满满，视频超棒。再往下，你这期和之前的视频介绍中国与3亿的内容都特别精彩。我研究商用车电动化已经7年多，对中国以及印度市场都有了解。2个国家各自走出了很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咱们再往下，未来中国大概率会在全行业占据领先地位。继续往下，这轮胎清洗这类配套设施都安排上了，实在佩服呀。我们这边很多工地路况糟糕，一到雨雪天泥泞不堪。下一则，看完这套完整生产流程，就算我只是外行，也能明显感觉到，在这个领域，德国的技术至少落后30-50年。柏林100号高速公路、德累斯顿卡罗莱纳大桥这类破桥梁重建，再加上斯图加特 S21火车站项目，数十年都耗在无意义的官僚流程和规划失误里。反观我们德国，至今都没有全电动工程车辆投入使用，不是吗？再往下，我刚去过中国一趟，欧洲已经没什么竞争力，差距再也追不上了。好的，再往下，中国领先德国100年。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为什么德国人看到中国的发展都这么震惊，搞得好像与世隔绝一样？事实就是中国在技术层面已经超越欧盟和美国。好的，朋友们，我真的没有特别节选看起来正面的评论，实际上就是从上到下这样来翻译，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乎零负面评论，这就是一个纯技术视频下德国人的评论。大家看到真的非常客观，正能量满满。曾经高攀不起的德国人，今天竟然自己承认落后中国30年、50年，甚至100年，哈哈，太有意思了。